Well, we're in the final stages of completion of Optimus 3, which is really going to be by far the most advanced robot in the world. Nothing's even close. 特斯拉第3代机器人 Tesla Bot Gen 3正式上线，这大概是埃隆·马斯克这辈子公布过的最让人头皮发麻的黑科技。这可不是只存在于 PPT 里的概念机，更不是那种在舞台上跌跌撞撞连路都走不明白的原型机。这个版本的机器人行动带感，目标明确，反应快到离谱，学习速度比特斯拉除自动驾驶汽车之外的所有产品都卷。这还是第一次，真真切切让人觉得这玩意儿是玩真的。这个节点之所以能封神，不只是因为这台机器人现在能打，更离谱的是它的进步速度快到让人跟不上节奏。每一个新版本的升级都卷得让人眼花缭乱，要是这种增速能稳住，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一款新产品，而是一个能颠覆人类工作、搞钱、日常生活方式的新时代，正实实在我们眼前拉开序幕。从一开始，埃隆·马斯克就没把特斯拉机器人当成普通科技小项目，这格局直接拉满。他可不是来凑数的，是奔着解决世界顶级难题来的劳动力荒。现在好多行业缺人缺到破防，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成本蹭蹭往上涨，还有一堆没人愿意接的破活，要么重复到麻木，要么累到脱力，甚至还有安全风险。马斯克一眼就瞅准了这个风口，特斯拉没去卷 APP 卷软件，反倒直接冲造人大业，造那种能在人类世界无缝适配实打实干活的实体工人。这就是为啥这机器人长得跟人一模一样，进工厂进仓库甚至进家门都不用改设计，直接上手就能干。这波操作直接改写了行业游戏规则，一个机器人能干活上千个上百万个就能批量冲业绩，劳动力再也不受人数卡脖子，直接变成能无限复制无限扩容的香饽饽。不过说实话，它刚出道的时候是真拉胯，早期版本的特斯拉机器人真的让人没法认真对待，第一代又慢又僵，一眼就看出没完工。有次发布会居然还得有人抬上台，就这一幕直接让一大波人怀疑这项目是不是在画大饼割韭菜。第2代虽然比第1代强了点，但还是没扭转大家的印象，动作依旧很机械，能完成的也都是些基础活。喷子们直接开骂，说特斯拉纯属浪费时间，还有人拿它跟其他机器人公司比，说它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不少人都觉得这就是又一个吹得天花乱坠、永远实现不了的大胆想法。有那么一阵子，这种说法确实站得住脚，毕竟它的愿景和实际表现差距实在太大了。但特斯拉向来不走寻常路，它一开始可能不显眼，但背地里一直在偷偷憋大招。进步刚开始慢得像蜗牛，后来突然就开启狂飙模式。就在大家还盯着早期拉胯掩饰乐呵的时候，特斯拉早就悄悄攒数据、改系统、练 AI、闷声干大事。这就是为啥第3代机器人能让人眼前一亮，它不只是简单升级，更是直接开挂，实现了质的飞跃。它的动作丝滑又自然，再也不会让人觉得它在硬撑着保持平衡，走路自带气场，不用人一直盯着操控就能自动适应周围环境。它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工具人，还能看懂周围发生的事儿。这波升级真的太关键了。以前机器人每一步都得靠详细指令喂饭，现在倒好，给特斯拉机器人一个目标，它自己就能想办法搞定，这就让它在瞬息万变的现实场景里实用性直接拉满。另一个杀手锏就是数据，特斯拉靠着自家汽车能拿到海量的现实世界数据，这些车天天记录人类的行为、动作，还有应对各种情况的反应。现在这套玩法直接照搬过来训练机器人。第3代机器人的核心是一个超强 AI 系统，它的学习方式越来越像人，不呆板执行代码，还会观察、会适应，慢慢自我迭代升级。它能从自己的操作里攒经验，做错了就及时调整，找到更省事儿的方法就记牢，时间久了不用人工重新编程，它自己就越来越能打。最绝的就是它的共享学习功能，只要有一个机器人学会新技能，所有机器人都能同步解锁，直接形成抱团升级的机器天团。每一次更新，整个系统都能集体变聪明。这种学习模式直接打破了机器人的能力上限，他们不再局限于固定任务，还能跟着时间慢慢解锁更多技能。现在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个开始。机器人的物理设计也迎来了大升级，它的手进化得更牛，能做出超精细动作，减小物件、操作工具、干需要精准控制的活都能轻松拿捏，这些都是老款机器人的重灾区。它的动作也更丝滑、更自然，再也没有那种僵硬别扭的感觉，这种丝滑感也能让它在人类身边干活更安全。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尤其是以后这些机器人要和人类一起干活，安全绝对是底线，力量也是核心亮点。这台机器人够壮，能扛重活，但设计上又能稳住，不会失控。这种平衡感直接拉满，太猛的机器人容易出危险，太弱的又没用。第3代机器人直接拿捏住中间值，又能打又安全。把这种物理实力和 AI 叠 buff， 这玩意儿就和传统机器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了。它不只是个工具，更是能行动、能调整。
能自我升级的智能狠活，要看它的真实影响力，就得看它实际能干嘛。在工厂里搬材料、帮组装、干重复活，全包员在仓库里分拣、运货，效率直接拉满，卷哭人工。这些活都需要稳，需要有耐力，而机器人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在家庭这种相对简单的环境里，它也能搭把手干些整理物品、搬运物件的基础家务。虽然它现在还不完美，但已经能看出以后在日常生活里，它绝对能派上大用场。它最牛的技能之一就是看一眼就会，人类做一遍任务，机器人瞅完就懂，练几次就能熟练复刻，直接省掉一大堆复杂的编程步骤，把用机器人的门槛拉到最低。不用每次加新功能都找一群工程师，只要给机器人演示一遍，它就会了。这波直接让黑科技变得人人都能接触到。不过话说回来，虽说它好处一大堆，但大家对这技术的不安感也越来越强。大家怕的不是机器人的样子，而是它背后的意义。技术迭代这么猛，根本不好控制，现在看着还能拿捏，说不定过阵子就彻底失控了。第二个坑就是工作问题，要是机器人干体力活又快又便宜，好多岗位估计就要凉了，要么转型，要么直接消失。制造业、物流、零售这些行业大概率会迎来大洗牌。不是说所有工作都会没，但就业市场的变化肯定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大家要是不赶紧学新技能，很可能会被淘汰。还有个更深的灵魂拷问，就是自主性。机器越来越能打，对人的依赖就越来越小。这就问懵所有人了，该给机器多少决策权？埃隆·马斯克嘴上喊着安全第一，但说实话，这种级别的黑科技还很新，好多场景都没经过充分测试，谁也不敢打包票，不出岔子，它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大到离谱。劳动力是企业最大的开销之一，要是机器人能接手大部分体力活，企业成本能直接砍一大截，到时候商品可能会更便宜，效率也会拉满。早早就用这项技术的公司绝对能占尽优势，用更少的资源干更多的活，直接改写整个行业的竞争规则。但话又说回来，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分到好处。干体力活的人可能要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新工作会出现，但肯定需要新技能，这就会形成一道鸿沟，能快速适应的人才能站稳脚跟，适应慢的很可能会被淘汰。这项技术的长远愿景格局直接拉满。马斯克说过，未来机器人会包揽大部分体力活，到那时候商品生产会更简单更便宜，人们就能腾出更多时间去搞创造，去学习，去实现自己的小目标。这想法听着很美好，但关键看资源怎么分配。要是只有少数人掌控机器人，好处就没法普及；要是能平等使用，那影响绝对是正向的。还有一堆重要的伦理问题没搞定，这些机器该怎么管？出了事儿谁来背锅？谁来兜底？怎么防止被滥用？随着社会越来越依赖机器，也有可能踩过度依赖的坑。要是系统崩了或者被乱用，后果真的不敢想。政府和相关机构得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管这狠活。现在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特斯拉第3代机器人不只是一款产品，更是未来的风向标。它带来的变革已经悄悄开始了，只是还没完全显现出来。它指向的未来不远了，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次升级都在往那个方向靠近。真正的问题不是机器人会不会走进日常生活，这已经是板上钉钉没跑的事儿了。真正的问题是在机器能干的活越来越多的世界里，我们人类该怎么破局，怎么适应？一旦这种转变到了临界点，就再也回不去了。而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决定着未来每个人的生活底色。